那永寿宫的门落锁了，里头那位权倾六宫的皇贵妃正蜷缩在地上，抠着那价值连城的金砖，等着那碗催命的千机药发作。这时候的她，满脑子想的不是皇上的恩宠，也不是孩子的出息，而是多年前那个冷雨夜，那个送她碎银子的傻小子。这魏燕婉的一辈子，就像是一场走钢丝的豪赌，她拿尊严当赌注，拿子嗣当筹码，拿身体当本钱，最后真的赢到了那个巅峰。可一回头，身边除了那个阴森森的太监禁中，竟然空无一人。这叫什么？这叫赢了世界，输了自个儿。咱们今天就从这晚要说起，倒着翻翻这本血淋淋的账目，看看这个连灵魂都给卖了的女人，到底在追求什么，又到底毁在了哪儿？话说这紫禁城的雨，落在大殿顶上的琉璃瓦上是威严，可落在像魏燕婉这种新者库宫女的脖梗子里，那就是能烧进骨头缝里的凉气。您各位闭上眼，那个画面，天黑的像打翻了墨水瓶子，风卷着雨丝儿横冲直撞。魏燕婉那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旗装早湿透了，紧紧贴在单薄的脊梁骨上，那背影看着就让人揪心，活脱脱一株被雨打烂了的野草。可您要是这时候能凑近了瞧瞧他的眼神，嘿，那里面可没有半点委屈，全是透着一股子火烧火燎的不知足。咱们得从这情分跟虔诚的买卖说起，看这魏燕婉是怎么在那破旧的长街拐角，把她这辈子最干净的一点念想，像扔脏抹布一样给甩了。那时候的魏燕婉还不是后来的令种，她只是个在花房里干粗活，谁都能踩上一脚的卑微丫头。可这丫头命苦心不苦，她家里还有个整天伸手要钱的亲娘和不成器的弟弟，那日子过得就像是掉进了没底的枯井。这时候凌云彻出现了，这位凌大哥在冷宫当差，那是真的一颗红心，向着魏燕婉，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那点辛苦钱，全揣在怀里捂得热乎乎的，就为了能给他的燕婉妹妹买点好吃的，或者打点一下上头。您各位说这情分真不真？换作是您，在这么冷的天里，有个男人愿意把心窝子掏出来给您暖手，您能不动心吗？可魏燕婉这心思啊，早就跑到了那红墙最深处，权力最高峰的那把椅子上去了。就在那个冷雨夜，凌云彻又来了，他怀里揣着那几两沉甸甸的碎银子，那是他豁出命去在冷宫当差，受尽白眼才攒下的娶媳妇钱。他兴冲冲地把银子塞到魏燕婉手里，那眼神里的疼惜，简直能把这天底下的冰雪都给化了。可魏燕婉盯着那几两碎银子，那眼神就跟看一堆土坷垃没什么两样。您说这凌云彻也是实诚的过头了，他以为这点钱就能救了魏燕婉的急，殊不知魏燕婉想要的不是这一两顿的饱饭，她想要的是从此不再给人下跪的尊严。这时候的魏燕婉手里攥着银子，心里却在飞速的打着算盘。这映射到咱们现在的职场，凌云彻就像是那种只会埋头苦干，每月领着死工资还觉得挺安稳的老实同事，他给你的那点资源，在真正的野心家眼里，连块敲门砖都算不上。您看魏燕婉那个动作，他慢慢的把手抽回来，动作轻极了，却稳极了。他没接那银子，而是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把这雨夜里的温情给一刀两断了。他对凌云彻说，这些钱能干什么？能买来我不用在冷水里洗衣服的手吗？能买来我家里那个窟窿吗？这话一出口，那凌云彻就像是挨了一个闷雷，整个人都傻在那儿了。这其中的心理，魏燕婉这时候其实已经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风险评估。他看透了，跟着凌云彻，这辈子也就是在宫墙底下熬日子，等到出宫了，还是得回那个穷窝。而这时候的如意，那是皇上心里的宝贝，是高高在上的主子。魏燕婉看着如意那张跟自己有几分相似的脸，
他心里那个不安分的种子就开始疯长了。他想的是，既然老天爷给了我这张脸，我凭什么要去过这种跟烂泥打交道的日子？这在职场博弈里就叫做沉没成本的快速止损。魏燕婉知道，再跟凌云彻纠缠下去，他的青春，他的样貌都会在这无尽的等待中消磨殆尽。他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直接跨越阶级的电梯，而不是凌云彻这种只能陪他爬楼梯的伴。所以他那个转身走得异常决绝，雨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泪还是雨，可他一次头都没回。您看，这动作背后藏着的狠劲儿，才是他后来能当上皇贵妃的真底子。他不仅仅是甩掉了一个男人，他是甩掉了那个平庸、卑微、看不见光亮的自己。咱们再深一层想，魏燕婉在这个雨夜的表现，其实是把那种贫穷带来的饥渴感发挥到了极致。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情爱是奢侈品，是只有填饱了肚子、穿暖了衣裳的人才配谈的东西。凌云彻给的是情分，可他要的是命，是那种能把别人踩在脚底下的命。这种心理拆解开来，其实挺让人心惊胆战的，因为他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底层人为了向上爬，到底能把心肠练得有多硬。他看着凌云彻在雨里的影子越来越远，心里那个原本还带着点温热的角落，就在那个瞬间彻底结了冰。他告诉自己，从今往后，这世上再没有魏燕婉的青梅竹马，只有魏燕婉这个人的晋升之路。您说这世道公不公平？凌云彻在那儿痴痴的守着，觉得只要心诚就能换回良人，可他忘了，人的欲望一旦开了口子，那是填不满的。魏燕婉在那一刻已经把人心当成了可以计量的筹码，她丢掉银子，也就丢掉了软肋。一个没有软肋的女人，在那种如履薄冰的宫廷里，才真正具备了杀伤力。这种原始置换虽然血淋淋的，但确实是她翻身的开端。她不再寄希望于别人的施舍，而是要把自己变成那个施舍别人的人。这种职场心态的转变，虽然极端，却也精准地戳中了中老年朋友们见过的那种为了名利不顾一切的狠人。您各位活了这大半辈子，身边有没有过这种为了往上爬连亲近人都坑的准儿？魏燕婉就是这种人的祖奶奶。那雨越下越大，把所有的脚印都冲刷得干干净净，就像魏燕婉想要抹掉的过去。他往回走的时候，步子越走越稳，肩膀虽然还在发抖，但那是因为兴奋，而不是因为害怕。他已经看准了那条路，哪怕路边全是刀子，他也要赤着脚走过去。这魏燕婉在雨夜里的这一番动作，这一场心理博弈，是不是比那刀光剑影还要惊心动魄？他还没进宠呢，就已经先把自己给阉割了。他阉割掉的是那份作为人的同理心和柔软。那么，当他带着这一身冷气和满心的算盘，真正接触到那个能决定他生死，也能给他荣华富贵的大老板皇上时，他又会使出什么样的手段呢？凌云彻在这段关系里，究竟成了他的垫脚石，还是成了他日后挥之不去的噩梦？话说那魏燕婉深一脚浅一脚的消失在冷雨夜的尽头，身后是凌云彻碎了一地的心，身前可就是那望不到头的深渊了。这没了退路的人，是不是得更有出息？可老天爷爱开玩笑，这职场上的晋升啊，从来不是您表了忠心、断了情丝就能立马坐电梯上去的。魏燕婉这一脚跨出去，没踩着金砖，反而掉进了一个叫金玉妍的魔窟里。这金玉妍是谁啊？那是北国送来的贡品，生的是花容月貌，心肠却是砒霜泡过的。更要命的是，人家位分高，盛宠正浓，还没把这大清的规矩放在眼里。魏燕婉被分到他宫里当差，那简直是羊落虎口，还是那种最恶最毒的一只虎。这一节咱们得细细的刨，看这魏燕婉在最极端的职场凌霸底下，
是怎么把自己那一身软骨头一寸一寸锻造成金刚钻的。这画面您各位得瞧准了，启祥宫的红墙绿瓦底下，那是常年透着一股子冷飕飕的香气。金玉妍坐在那高位上，涂着鲜红的扣丹，眼神斜睨着跪在地上的魏燕婉。这魏燕婉呢，此时没了雨夜里的那份决绝样，像只受惊的小鹌鹑，缩着肩膀，低着脑袋。金玉妍最恨的就是这张脸，那张长得跟如意有几分神似，却比如意更年轻，更带了点楚楚可怜劲儿的脸。您说这女人嫉妒起来多可怕？金玉妍那是诚心要把这朵野花给揉烂了，踩进泥里去。她让魏燕婉干什么？不是扫地，不是绣花，而是让她当一个活生生的人肉登台。在大夏天里，金玉妍在屋里贪凉，却让魏燕婉举着那沉重的红烛，一站就是几个时辰，滚烫的蜡油顺着烛台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魏燕婉那细皮嫩肉的手背上，嗤的一声就是一个燎泡。魏燕婉疼得钻心，可她连哆嗦都不敢多哆嗦一下，因为金玉妍那双像毒蛇一样的眼睛正盯着她的后脑勺呢。这要是换做一般的姑娘，怕是早就哭天喊地，求爷爷告奶奶的想调走了，或者干脆一根绳子吊死算了。可魏燕婉不，她不仅忍了，她还在这非人的折磨里长出了一双看透人心的显微镜。她在那儿举着灯，眼睛虽然盯着地砖，可耳朵却像天线一样立着。金玉妍跟心腹商量怎么陷害谁，金玉妍什么时候心情好，什么时候想发疯，他都给记在了心里的账本上。这就好比咱们现在的职场，您遇着一个脾气暴躁、诚心给您穿小鞋的老板，您是天天躲在厕所哭，还是像魏燕婉这样，趁着挨骂的机会，把老板的套路摸得清清楚楚？这魏燕婉心里想的是，您今儿个怎么折磨我，明儿个我就怎么从您身上把利息讨回来。他那个眼神在火光底下忽明忽暗，藏着的那股子毒劲儿，其实比金玉妍还要深。最叫人揪心的是那洗脚的活。金玉妍讲究洗脚水得要玫瑰之子对着恰到好处的热度。魏燕婉的跪在那儿，挽起袖子，用那双原本该拿绣花针或者是被凌云彻心疼着的手去伺候那双踩在他尊严上的脚。金玉妍心情不顺了，一脚就把那盆滚烫的水踢翻，全泼在魏燕婉身上，还指着他的鼻子骂，说他这种贱命，连盆水都端不稳。魏燕婉就在那水气氤氲里，一边抹着脸上的水，一边还得陪笑脸，嘴里还得说着奴才该死，奴才没伺候好。您说这叫什么？这叫极度人格压制。在心理学上讲，这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可魏燕婉邪性就邪性在这儿，她把这种屈辱当成了某种洗礼。她在那儿洗脚的时候，心里在计算着金玉妍的作息，观察着启祥宫的每一个缝隙。她知道金玉妍这种狂妄的人最容易在小事上栽跟头。她这不是在洗脚，她是在给自己的未来修路。这种隐忍进化的过程其实是极其血腥的。魏燕婉的自尊心在这一天一天的耳光和咒骂中被磨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他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在这紫禁城里，尊严是最没用的东西，甚至是害命的毒药。只有当你爬到足够高的地方，你的尊严才会被人重新捡起来。所以金玉妍越是羞辱他，他就越是表现得像条没骨头的哈巴狗。他甚至学会了在金玉妍发火之前，就先把自己贬低到尘埃里，让金玉妍觉得这丫头已经被打服了，打残了。这就是职场里的示弱战略。当对手认为你完全没有威胁的时候，其实是你最安全，也最能观察对手死穴的时候。您各位瞧瞧，这魏燕婉在金玉妍跟前，那是真的把奴才这2个字做到了极致。他会为了给金玉妍弄一碗最合胃口的酥酪，
顶着大太阳跑遍大半个故宫，他会为了不让金玉妍烦心，主动去干那些最脏最累的活。外人瞧着都觉得这丫头没救了，被金主折磨疯了。可谁知道，他在每一个无人的深夜，都会对着镜子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干粗活而变得粗糙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那些贵妃娘娘们的名号。那不是羡慕，那是狼盯着猎物的眼神。他这会儿就像是潜伏在草丛里的毒株，金玉妍就是那只在网上扑腾、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彩蝶。魏燕婉在等一个风向转变的机会。咱们映射到现实里，这种隐忍其实带有一种病态的生命力。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在年轻时也受过气，被领导压着，被家里的长辈管着。可魏燕婉这种人，他是把受的气转化成了化学反应。他不需要心理按摩，他需要的是实质性的报复。这种心理上的扭曲，让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变得异常简单，赢了的就是神，输了的就是狗。他在金玉妍脚底下待的每一天，都在加深这种认知。所以后来他得势了，比谁都狠，比谁都绝。因为他见过最烂的人情，受过最硬的拳头，他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温情的位置了。凌霸生活的最后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有一次金玉妍睡午觉，魏燕婉在那打扇子。他看着金玉妍那张熟睡的脸，手里的扇子柄攥得死死的，青筋都爆起来了。那一刻，他只要用力一砸，或许就能报仇。可他松开了，他不仅松开了，还体贴地往上拉了拉毯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弄死一个金玉妍不算本事，取而代之才是真能耐。这种大局观对于一个花房出身的宫女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种进化。她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她成了这场残酷博弈里的一个观察者和操盘手。她学会了控制情绪，学会了把仇恨压成一颗压缩饼干，在最饿的时候才拿出来啃一口。这魏燕婉在启祥宫的这段日子，是不是像极了咱们在职场最黑暗的那几年？您得低头，得哈腰，得把心里的火给浇灭了。可魏燕婉教给咱们的是，低头是为了看路，哈腰是为了蓄力。当他终于从金玉妍那个火坑里爬出来，跨进皇帝的视线里时，他已经不是那个在冷雨夜里还会为了前程而心颤的小丫头了。他是一把开过刃、沾过毒，还带着血槽的尖刀。那么，这把刀接下来会刺向谁？他是怎么利用自己这双洗脚的手，去攀附上那95之尊的龙袍的？他又是如何把金玉妍这些年教给他的那些阴招，反手变出花来，去博取皇上的怜爱的？话说这魏燕婉在金玉妍那儿受尽了非人的折磨，那一身被滚烫茶水泼过的红印子还没退干净，心里的那股子狠劲儿却已经像野草见了雨，疯了一样的往上窜。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那种生来就坏的人，而是那种被生活活生生逼到悬崖边上，发现退一步是万丈深渊，进一步是刀山火海，于是把心一横，要把这世道给掀翻了的种。魏燕婉在启祥宫那暗无天日的耳光声里，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紫禁城，您得有位分，得有皇上的眼珠子转到您身上，您才算是个人。可这皇上是什么人？那是天下第一号的贵人，什么样的角色没见过？什么样的才女没陪过？魏燕婉一个连大字儿都识不得几个，只会摆弄花草、伺候洗脚的粗使丫头，凭什么能让阅尽千帆的皇上多瞧她一眼？魏燕婉在那儿没日没夜的干活，可那脑子一刻也没闲着。她在那儿打扇子、洗脚的时候，其实是在观察，是在收集情报。她发现这宫里最得宠的，除了已经坐稳了中宫位子的如意，就是那些个长得有几分如意影子，或者性子像如意的女人。这映射到咱们现在的公司里，这就叫对标行业龙头。
魏燕婉心里明镜似的，如意那是天上的云，高洁清冷，讲究个情分，那是皇上心里的白月光。可这白月光看久了，是不是也得觉得眼晕？这皇上也是男人，也有那偷腥内垢的心思，也有那想找个软糯可人的时候。魏燕婉盯上的就是这白月光底下的那一抹阴影。您各位瞧瞧这魏燕婉的动作，她开始不再像个木头人一样只知道低头干活了。她开始在送花传话的间隙，偷偷打量皇上的每一个眼神。皇上什么时候皱眉，什么时候笑得勉强，什么时候对着如意发呆，他都像刻在脑门子上一样记着。最关键的一环，还得说是那个被他甩了的凌云彻。您说这事儿讽刺不讽刺？凌云彻是这深宫里唯一真心对他的人，可魏燕婉却把凌云彻当成了他通往龙床的模拟考场。他在那儿跟凌云彻虚与委蛇的时候，其实是在练眼神，练那种若即若离、楚楚可怜又带着点钩子的神态。他在凌云彻身上实验，什么样的语气能让男人心软，什么样的动作能让男人心疼。这凌云彻也是个痴人，他哪里知道他的燕婉妹妹正拿着他当实验品，去揣摩那个天底下最有权力的男人的心思呢？这画面您各位得细看。那天在御花园的小径上，魏燕婉拎着一篮子残花，正赶上皇上在那儿散心。她没像别的宫女那样吓得赶紧跪下躲开，也没像那些想出风头的妖艳货色那样硬往上凑。她选了一个最刁钻的角度，就在那花影摇曳的地方，半遮半掩的露出一张清淡的小脸。那脸上的神情，3分像如意的倔强，7分却是如意绝不会有的那种讨好与卑微。这在职场上就叫差异化竞争。他知道自己学历不行，背景不行，那他就拼服务意识，拼那种能把老板伺候的通体舒泰的软功夫。皇上一瞧，嘿，这小丫头长得倒有几分眼熟，可这眼神里的那种热切，又是那个清冷的如意给不了的。这一刻，魏燕婉脑子里的大数据开始飞速运转，他精准地抓住了皇上那一瞬间的失神。他知道皇上这会儿心里正因为如意的倔脾气憋着火呢。于是他那个跪拜的姿势，那叫一个如若柳扶风，声音甜的能滴出蜜来，却又带着那么一丝丝颤抖，仿佛是怕极了，又仿佛是崇拜极了。这男人最吃哪一套？不就是这一套你是我的神的迷妹劲儿吗？如意跟皇上那是平起平坐的灵魂伴侣，天天跟皇上讲大道理，讲初心，讲规矩。可魏燕婉不讲这些，她用眼神告诉皇上，奴才就是您的影子，您想让奴才是什么样，奴才就是什么样。这种心理拆解开来，其实挺悲哀的。魏燕婉把自己物化了，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精准的审美插件。他不仅调研了皇上的喜好，他还调研了皇上的疲惫。他知道皇上累了，不想再跟那种有风骨、有灵魂的女人斗智斗勇了。皇上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彻底放松，甚至能让他找回那种虚荣自尊的玩物。魏燕婉就在那儿等着，等着皇上开口。当皇上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没说别的，他只是低低的应了一声。那声音里透着的委屈，像极了受了气的小媳妇，一下子就勾起了皇上那点子可怜的保护欲。这映射到现实里，就是那些最能琢磨领导心思的下属，他可能业务能力一般，但他知道领导什么时候想听好话，什么时候想找个树洞，什么时候想显示自己的威风。这魏燕婉最狠的一招，是他把凌云彻对他的那点好全部转化成了对皇帝的特供版。凌云彻教他如何在这宫里保命，教他如何看风向，他转头就把这些变成了勾引皇帝的饵料。他在皇帝面前表现出的那种清纯，那是加了防腐剂的清纯，是精心算计过的。
他甚至在揣摩如意说话的语气，然后再降一个8度，加一点娇嗔。这种大数据式的模仿，让皇帝在恍惚间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年轻版的如意，还是一个听话版、低配版，甚至是可以随意揉捏版的如意。这种心理上的重叠，才是魏嬿婉真正能够翻身的筹码。您说这世上的事儿，是不是怕有心人？魏嬿婉在启祥宫那几千个日子里，每天都在进行这种审美调研。他把后宫里所有得宠娘娘的穿衣打扮、说话习惯都分析了个遍，最后发现，所有的路都通向一个终点，那就是满足皇上的掌控欲。于是，他把那个在雨夜里被他抛弃的凌云彻，当成了最后的一块试金石。当他发现自己能轻易的让凌云彻魂牵梦萦、痛苦万分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套拿捏人心的本事他练成了。这哪是宫斗啊，这简直就是一场严密的市场进入策略。这种跨越阶级的博弈，其实靠的就是这种对上位者心理的极致剥离。魏嬿婉把自己当成了一面镜子，皇上想看什么，他就映出什么。这种调研不仅仅是看皇上喜欢什么颜色，喜欢吃什么点心，更是看皇上灵魂深处的那个缺口。如意填补的是皇上的少年梦，而魏嬿婉要填补的是皇上的中年危机和那种权力带来的空虚感。这动作，这神态，这每一句看似无意的话，其实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话说这魏嬿婉凭着那股子钻营的巧劲儿和对皇上心思的大数据摸底，总算是从启祥宫那个洗脚盆里跳了出来，一翻身成了皇上身边的新宠。这宠爱在紫禁城里，那就跟御花园里的露水似的，太阳一升起来，它就得散。魏嬿婉心里明镜似的，自己这出身比草还贱，没根基，没娘家，还没读过几本正经书，皇上现在瞧着新鲜，那是拿他当个听话的物件。要想在这吃人的职场里站稳脚跟，把那临时工的身份变成铁饭碗，他缺一个最硬的底牌，那就是隆重。这魏嬿婉进了宠，那是恨不得把皇上拴在腰带上。可这后宫里头最不缺的就是长得好看的女人。他看着那位淑妃奕欢，生的是冷艳高贵，满腹经纶，皇上对他那也是另眼相看。最关键的是，皇上经常赏赐淑妃喝一种坐胎药，说是心疼她身子弱，想让她早日诞下麟儿。淑妃那傻姑娘，那是真的一片冰心在玉壶，皇上给什么她就喝什么，每天喝完还一脸幸福的对着乾清宫的方向谢恩。魏嬿婉在那看着，眼珠子都红了。他心里那个算盘珠子拨弄得飞快，这皇上御赐的药定然是天底下的宝贝，淑妃能喝，我凭什么不能喝？这就是典型的小农意识撞上了职场潜规则。他只瞧见了高管给核心员工发奖金，却没瞧见那奖金包里头藏着的竞业协议和慢性毒药。您各位细瞧魏嬿婉那个馋样，他为了弄到这药方子，那真是把在金玉妍那儿练出来的奴才功夫发挥到了极致。他买通了太医院的小太监，点头哈腰，把自己攒的那点提己钱全撒了出去，硬是把淑妃喝剩的药渣子给淘换了回来，找人一辨认，再一样画葫芦的给自己熬了一大锅。这时候的魏嬿婉坐在那昏暗的灯影底下，看着那碗黑黢黢透着一股子辛苦气味的汤药，他没半点迟疑，端起来就往嘴里灌。那是真的一点退路都没给自己留。这药味冲脑门子，苦的能让人把胆汁都吐出来，可他眉头都不皱一下。这映射到咱们现在的职场，就是那种为了拿项目，为了升职，敢在酒桌上把白酒当白开水灌，敢拿命去拼那个绩效考核的狠人。他想的是，只要能怀上孩子，这具皮囊哪怕烂了废了，只要留口气在，他就是赢家。可这世上的事儿，坏就坏在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几个字上。
魏燕婉哪知道啊，那淑妃喝的哪是坐胎药，那是皇上亲手下的避孕药。皇上忌惮淑妃背后的叶赫那拉氏家族，怕生出个带有外戚势力的皇子，乱了江山，所以才用了这么阴毒的法子。魏燕婉在那儿拼了命的喝，其实是拼了命的往自己肚子里灌毒药。这种心理拆解开来，是极度的贪婪蒙蔽了理智。他太想进步了，太想摆脱那种被人瞧不起的出身了，以至于他对所有能让他上升的机会都有一种病态的执着。他不仅喝药，他还每天对着铜镜观察自己的肚子，想象着那里头有个小皇子在长。这种自我催眠让他在面对那些位分比他高的娘娘们时，眼神里多了一份底气，哪怕这种底气是建立在一碗毒药之上的。后来这事儿露了下，当他得知真相，得知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竟然是断子绝孙的毒药时，您猜这魏燕婉是什么反应？寻常女人怕是要哭天抢地，怨恨皇上负心，或者直接气绝身亡。可魏燕婉不，她坐在那儿，脸色煞白，手抖得跟筛糠似的。可她那双眼睛里冒出来的不是泪，而是火，是那种要把整座紫禁城都给烧了的邪火。她想的是，皇上不让我生，那是皇上偏心，这样害了我的身子，那是这宫里的规矩害了我。她不反思自己的贪婪，反而把这股子仇恨全记在了如意和那些知情不报的人头上。这种心理映射到现实里，就是那种走偏门走砸了的人，他不会怪自己心术不正，他会怪这社会不公，怪竞争对手没提醒他。这种身体博弈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魏燕婉在那之后对自己的身体彻底失去了一种作为女性的爱惜。她把肚子当成了一个生产权力的工厂，要喝坏了身子没关系，接着补，用更猛的药，更偏的方子去催。为了能怀上，她什么都敢试，什么鹿血、马钱子，只要是能让她抓住皇上的，她都往嘴里塞。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让她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底线的职场肉搏机器。她在那儿算计着自己的排卵期，算计着哪天能结胡别的娘娘，算计着怎么能在皇上面前演绎出老天爷赐子的戏码。这魏燕婉的这一番操作，是不是透着一股子绝望的狠劲儿？她这是在透支自己的寿数，去换那个皇贵妃的宝座。她每天在那儿摸着自己的肚子，心里念叨的不是母子情深，而是这块肉能换来多少赏赐，能让多少曾经看不起她的人给她跪下。这种人，您说她可怜，她是真可怜，为了爬上去，连做女人的根本都丢了。您说她可恨，她是真可恨，因为她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当成算盘珠子拨弄。这种心理上的高度异化，让她在后宫的博弈中拥有了一种旁人没有的自残式战斗力。这做胎药背后的豪赌，其实是魏燕婉对皇权的一次卑微而又疯狂的试探。她输了第一回合，却在输的废墟上盖起了一座更阴森的仇恨之塔。她开始明白，在这个职场里，身体只是最基础的本钱，要想赢，还得靠更脏的手腕。她在那儿对着镜子抹眼泪的时候，心里已经在谋划着如何利用凌云彻，利用晋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活人，去填补她那个被毒药毁掉的梦。这种心理上的硬化，让她在接下来的权力争夺中变得无懈可击，因为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咱们映射到现实中的处世智慧，这就叫欲速则不达。很多时候，咱们看着别人拿到了捷径，眼热的不行，想方设法去分一杯羹，殊不知那捷径后头可能就是万丈深渊。魏燕婉这种野路子出来的狠角色，虽然有一时的爆发力，但他每走一步都是在自焚。您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听着这段是不是也觉得后脊梁发凉？这人一旦把自己的命都当成了筹码，那这世上就没什么是他不敢干的了。
那么，这个连命都不要，连肚子都能拿来当赌注的魏嬿婉，在发现自己被皇上、被这宫廷规则狠狠地耍了一次之后，他又是怎么跟那个同样在底层挣扎，却拥有某种特殊权力的太监尽忠勾搭上的？这两个灵魂被阉割了的人，又是怎么联手开启了一场要把后宫掀翻的资源置换？话说这魏嬿婉在那做胎药的苦涩里淬了毒，一颗心算是彻底在大红宫墙根底下给冻瓷实了。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那种原本就坏透了的人，而是那种本来还揣着点念想，结果被现实一记大耳刮子扇得找不着北，最后干脆不要脸也不要命的主儿。魏嬿婉跪在自个儿那冷清的小屋里，看着那被药渣子熏黑的指甲盖，心里那个恨啊，就像是地窖里的毒蘑菇，见不着光，却拼了命的往外冒毒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紫禁城里，单打独斗那是找死，皇上那是高高在上的天，如意那是云端上的月，他这种地上的烂泥要想呼到墙上去，得找个能帮他递梯子的人，还得是那种跟他一样被这规矩阉割了尊严，满肚子只有利害关系的同类。聊聊这紫禁城里最阴森也最现实的一场灵魂置换，魏嬿婉遇上了晋忠。这晋忠又是何许人也？那是皇上跟前当差的公公，是那位大总管李煜底下的得力干将。可这人心眼多得跟马蜂窝似的，满脑子都是怎么往上爬。您各位细瞧那画面，在长街的一个阴影旮旯里，晋忠半眯着眼，那眼神像毒蛇一样在魏嬿婉身上逡巡。他看中的不是魏嬿婉那张漂亮脸蛋，他看中的是这女子骨子里那股子不计后果的野心。晋忠这人精啊，他知道在这后宫里，太监要是想只手遮天，得在龙床上安插自己的嘴巴，而魏嬿婉这种没根基的小主，要是想在这职场里坐稳电梯，得在皇上耳朵边上安插自己的顺风耳。这俩人往那一站，不用多说话，就凭那一个眼神的碰撞，这单跨越生理与伦理的权力租约就算是签了。这映射到咱们现在的职场，这就是典型的非正式利益同盟，一个在核心管理层刷脸，一个在执行层搞渗透，两人联手要把这公司的规矩给钻出个窟窿来。晋忠伸出那只苍白的手，在魏嬿婉的手心里轻轻划拉了一下。这个细微的动作，那是多大的亵渎，又是多深的投名状。晋忠对魏嬿婉说：“你想往上爬，我就是你的梯子，但我这梯子得用你的身子、你的前程，甚至你的魂灵来换。”魏嬿婉这会儿没像那个冷雨夜里那么哆嗦，她反而笑了，那笑里带着一股子认命后的疯狂。她把手心里那点冷汗一抹，反手就握住了晋忠的权力之手。这一握，魏嬿婉正式完成了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身份切换。她不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小宫女，她成了晋忠在后宫最锋利的一把匕首。这种心理上的契合，其实极其悲凉。两个被这皇权压榨的没了人样的灵魂，在黑暗中抱团取暖，却是为了去害更多的人。这在职场博弈里就叫恶性资源整合。当两个都没有底线的人联手，那爆发出来的破坏力是任何规则都拦不住的。晋忠给魏嬿婉递的第一份大礼就是职场情报。他告诉魏嬿婉，皇上今天在哪儿用膳，皇上昨个梦见了谁，皇上最近为了哪桩正事烦心。这些原本是高层绝密的动态，通过晋忠这个内线，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魏嬿婉这儿。魏嬿婉呢，他拿这些情报当成自己晋升的脚本。皇上烦了，他就去偶遇，说两句宽慰到心坎里的贴己话；皇上馋了，他就换上最合时宜的衣裳，送上一碗早就备好的甜汤。您说这皇上能不觉得这魏嬿婉是他的灵魂知己吗？其实哪有什么知己，全都是大数据支撑下的精准投食。
这就是靳中和魏燕婉的配合，一个在前台演戏，一个在后台操控，把这整座紫禁城都变成了他们的试验场。可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靳中要的回报也是血淋淋的。他要魏燕婉在得宠之后，利用皇上的枕边风，去铲除他在宫里的对头，去提拔他的人马。魏燕婉在那儿左右逢源，其实心里冷得像冰块。他看着靳中那张阴沉沉的脸，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甩不掉这个影子了。这种关系比单纯的夫妻、主仆都要紧密，那是绑在一条利益绳上的蚂蚱。映射到现实生活中，这就是那些靠着不正当关系上位的人，看似风光无限，其实后脊梁上时刻顶着一把刀，那把刀就是你的合伙人。你得不断的喂饱他的胃口，否则他翻脸比翻书还快，随时能把你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捅到太阳底下去。您各位细瞧魏燕婉在靳中面前那个样，他没了一点小主的高傲，他得像哄皇上一样哄着这个太监。靳中心情不好了，敢当面甩他脸色，甚至动手动脚，魏燕婉都得生生受着，还得陪着笑脸说靳中哥哥辛苦了。这画面您说三观炸裂不？一个正儿八经的嫔妃对着一个阉人自降身价，但这正是魏燕婉的高明之处，也是她最狠毒的地方。只要能换来权力，这具皮囊算什么？这名声算什么？他把这些全当成了租金，租的是靳中手里那点能左右圣意的寻租空间。这种极度的务实，让他在后宫那些讲究面子、讲究清高的娘娘面前，简直就是个开挂的怪物。靳中和魏燕婉的这种合作，很快就开始产生溢出效应。他们开始不满足于这点小打小闹，而是要把手伸向那些根深蒂固的大势力，比如如意，比如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靳中在皇上面前歪歪嘴，魏燕婉在被窝里吹吹风，这两个人的声音重叠在一起，就像是一股子阴冷的穿堂风，把皇上那点本来就多疑的心思吹得更乱了。这种心理上的蚕食是极其隐秘也极其致命的。魏燕婉学聪明了，她不再直接出面去害人，她让靳中去物色那些替死鬼，去寻找那些能被利用的缝隙。这就是职场里的脏活外包，她保住了自己那张清纯可人的假面具，把所有的污垢都藏在了靳中那个阴影里。这魏燕婉的这番心机，是不是已经到了让人齿冷的地步？他和靳中的关系，其实是对这封建宫廷制度的一种黑色讽刺。两个被规则践踏的人，最后利用规则的漏洞，反过来玩弄规则。但这种基于利益的阴暗合伙，本身就带着毁灭的基因。靳中看不起魏燕婉的贪婪，魏燕婉嫌恶靳中的变态，他们互相嫌恶，却又死死纠缠，谁也不敢先撒手。这种心理上的相互博弈、相互钳制，才是这一部分最精彩的戏肉。映射到咱们现在的世道，这不就是那些为了名利出卖灵魂的职场搭子吗？大家面上和气生财，底下都憋着劲儿等对方露出马脚，好一口咬断对方的脖子。这靳中递过来的哪是阶梯啊，那分明是一根系着活扣的绞索。魏燕婉把它套在脖子上，却把它当成了最精美的项链。他在那儿对着镜子打扮的时候，靳中就站在他身后，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像个收割灵魂的死神。魏燕婉通过这种权力寻租，终于在后宫站稳了第一步，可他付出的代价是彻底断绝了做回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他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权力的容器，一个靳中实现野心的工具，同时也是靳中的主人。这种扭曲的关系，让魏燕婉在后宫的每一次晋升，都带着一股子阴冷的、挥之不去的霉味儿。那么，有了靳中这个外挂的支持，魏燕婉又会如何展示她那经过大数据调研和阴暗置换后的真实战斗力？当他面对那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却在情分里死磕的如意时，
他又是怎么用那一出雪地里的昆曲，把这跨界竞争玩到了极致。那画面是真惨，也是真狠。话说这魏燕婉在晋中那个阴森的影子里换了魂，揣着那张拿尊严和灵魂当抵押换来的权力门票，算是彻底看清了这紫禁城的职场底色。魏燕婉心里明白，如意那些人那是名门闺秀，讲的是风骨，爱的是红梅白雪里的那点子诗情画意，他们那是正规军。可他魏燕婉是什么？他是那石头缝里钻出来的毒棘梨，是那田垄上带刺的野草。他要是跟人家比吟诗作赋，那不是拿自己的短处往人家的枪口上撞吗？这位魏主最绝的一招，跨界奇袭。看他是怎么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大雪天，靠着一嗓子昆曲和一双冻烂了的脚，硬生生把这后宫的审美风向给带偏了。这画面您各位得定睛瞧好了，那是那年冬天最冷的一个晌午，雪落得漫天满地，把紫禁城的红墙都给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毛毡。如意他们那些娘娘正围着火盆子赏梅呢，讲的是什么梅花带雪，冷香入骨。可魏燕婉呢？她这时候没在屋里猫冬，她换上了一身单薄的过分的练功服，就在那长街尽头的冷风口上，一下一下的压着腿，嗓子里哼哈的练着昆曲的身段。你说这女人疯了没？这天儿吐口唾沫都能掉地上成冰碴子，她在那儿练得大汗淋漓。这映射到咱们现在的职场，这就是那种卷王里的战斗机。当大家都在按部就班走流程，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一个人在背后偷偷练跨界技能，练的是那种能让老板眼前一亮，却让同行直呼不要脸的野路子。这时候，晋中那个老狐狸登场了，他就在那儿不远不近的守着，眼珠子贼溜溜的乱转，他在等那个大老板皇上的轿辇经过。魏燕婉呢，他在那雪地里，脚尖点着冰面，身子拧得跟麻花似的，每动一下，那单薄的衣衫就被汗水浸透一层，又被冷风一吹，直接贴在肉上。可魏燕婉心里想的是，如意能给皇上讲道理，我给不了；如意能陪皇上谈心，我不配。那我就给皇上提供视觉盛宴，提供一种他这种贵人从来没见过的带着泥土芬芳和肉欲气息的执着。这就是职场里的差异化服务，也是最原始的用户体验优化。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件乐器，要把皇上那颗被诗书礼仪塞满了的心给弹出一道缝隙来。皇上的轿辇果然过来了，远远的听见那叮铃铃的响声。魏燕婉这时候不仅没停，反而在那雪地里耍开了。他那一嗓子昆曲虽然没那么地道，没那么多书卷气，可透着一股子野性，透着一股子豁出命去的哀婉。皇上是什么人？那是天下第一号的挑剔种，可他这辈子见过的女人，要么是像如意那样端着的，要么是像金玉妍那样媚着的，还真没见过这种在冰天雪地里把自己折腾的跟个落难仙子似的种。皇上叫停了轿子，隔着那重重雪帘子望过去，看见魏燕婉那双被冻得通红，甚至渗出血丝的脚，那一瞬间，皇上那点子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怜香惜玉的保护欲一下子就被引爆了。这就是魏燕婉的高明之处，他精准地捕捉到了高层领导的审美疲劳。皇上累了，他不想看那些中规中矩的表演，他想看点刺激的，看点能证明他皇权威严的东西。魏燕婉在那练得越惨，皇上心里就越觉得这丫头是为了博他一笑在玩命。这种自虐式晋升法虽然看着让人齿冷，但在那个极端的博弈局里却是最有效的破冰船。魏燕婉在那儿跪下给皇上请安的时候，故意让那冻烂了的脚踝露出来那么一丁点儿，还没等皇上问呢，他就先咬着牙强撑着露出一副奴才不疼，只要皇上喜欢就行的笑脸。这男人哪儿受得了这个？这一局，魏燕婉是拿自己的肉体当成了祭品，
去换取了那个通往权力中心的特别通行证。这种心理拆解开来，其实是一种极其卑微的侵略性。魏燕婉知道自己没文化，那他就跨界去学戏；他知道自己没背景，那他就跨界去卖命。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多功能、低成本、高回报的职场插件。他那一出梅花林里的昆曲，本质上是一场精密的营销活动。他选的曲子不是那种高雅的让人听不懂的，而是那种调子缠绵、词儿直白的。他映射的是皇上心里那个最俗气的角落。这就好比一个大公司里，大家都在研究 PPT， 他却下到车间去跟工人同吃同住，搞出一套看起来极其接地气、极具执行力的方案。这种勤能捕捉的外壳下，包裹着的是最冷酷的投机主义。您各位细瞧如意当时的眼神，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嫌恶，也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如意是真不懂，他觉得这宫廷应该是讲究礼法和情怀的地方，他觉得魏燕婉这种做法是作践了艺术，也作践了自己。可如意忘了，在这弱肉强食的紫禁城，生存才是最高级的艺术。魏燕婉在雪地里流的那点汗，在那点血，成了他最硬的入火骨。他通过这次奇袭，成功的在皇上心里种下了一个影子。这个女人，她是真的崇拜朕，她是真的愿意为了朕去死。这种心理暗示，对于一个多疑且自大的统治者来说，简直是致命的。这跨界竞争的战术，让魏燕婉第一次掌握了主动权。他不再等皇上来临幸，他开始制造偶遇，制造那种带着仪式感的奉献。他在那儿练曲子，练的嗓子都哑了，每天晚上用药膏涂着冻烂的脚，还得陪着晋中在那儿复盘，看看皇上当时的微表情是不是达到了预期。这种极其缜密的职场复盘，让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像是一场精心排练的话剧。映射到现实生活中，这就是那些不仅比你聪明，还比你更能吃苦、更不要脸的竞争对手。您说这仗怎么打？您讲规矩，他讲时效；您讲尊严，他讲迎面。魏燕婉的成功，其实是对那种传统职场逻辑的一次巨大嘲讽。他用那一身昆曲的行头，撕开了后宫那层虚伪的面纱。他让皇上意识到，原来快乐可以这么简单，不需要引经据典，只需要一个女人跪在雪地里，眼里全是火热的欲望。这种原始欲望的共鸣，让魏燕婉迅速从一众文化人里脱颖而出。她那一双在雪地里站得僵硬的脚，最后踏上了那通向永寿宫的台阶。这一步，她走得血肉模糊，却也走得理直气壮。这魏燕婉的这一番汗水，值不值？在咱们老百姓眼里，这叫糟蹋自己；可在他眼里，这叫资本原始积累。他用这身汗水洗掉了身上那股子洗脚水的味儿，换上了一身精美的戏装。从此，她不再是那个花房的丫头，她是那个能在大雪天里勾走皇上魂魄的奇迹。这种战术虽然透着股子泥土气的狠劲儿，但您不得不承认，在那种你死我活的局里，这就是最管用的必杀技。那么，当魏燕婉凭着这身功夫，终于在皇上身边有了说话的份儿，他又会如何利用这份好不容易得来的话语权，去铲除那些挡在他路上的老员工？他又是怎么把那种在雪地里练出来的狠劲儿，转化成一招招借刀杀人的阴招，把大阿哥、把苏绿云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人，一个个拽进地狱的？话说，这魏燕婉在雪地里那一通昆曲耍下来，算是用那一双冻烂了的脚丫子，硬生生在皇上心里踹开了一道大门。这女人一旦对自己狠到了骨子里，那这世上就没什么东西能拦得住她了。她现在手里攥着皇上的那点子怜惜，背后靠着晋中那个阴森的影子，算是彻底在这后宫的职场里拿到了高级合伙人的入场券。可魏燕婉心里头透亮，这宠爱是虚的，魏芬也是暂时的，
要想在这位子上坐得稳，得把那些挡在他前头、资历深、根基厚的老员工们一个一个给腾挪开。这时候的后宫正赶上富察皇后崩逝，这可是天大的变故，也是权力重新洗牌的节骨眼。您各位想想，大老板的正妻没了，这接班人的位置、继后的位子，谁不盯着？苏绿云，也就是那位纯贵妃，平时瞧着是个老好人，生了几个孩子，在宫里资历深得吓人。她那心思也活络了，觉得自己儿女双全，这皇后的宝座是不是也能摸一摸？这就是典型的职场幻觉，觉得自己工龄长、贡献大，就能理所当然的填补高管空缺。魏燕婉在暗处瞧着，心里冷笑。他知道苏绿云这人心眼软，耳根子更软。他开始在那儿拨弄算盘珠子了，要弄倒苏绿云，硬碰硬那是自寻死路，得找个发火点，让皇上亲自动手。而这个发火点，就是那个对嫡母去世还没转过弯来的大阿哥永璜。这画面您各位得细看，在丧礼那白茫茫的一片灵堂里，魏燕婉没像别人那样只知道干嚎，她那双眼睛像老鹰一样在人群里逡巡。她瞧见大阿哥永璜在那儿发呆，神情里带着点倔强，也带着点对生母被亏待的怨气。魏燕婉这脑子里那一套成本核算就开始飞速运转了。她不需要亲自去挑拨皇上，她只需要在那火星子上再吹一口气。他找了个机会，跟苏绿云身边的人，或者是跟那些爱传闲话的小太监，似有若无的递了几句话。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大阿哥才是皇上的长子，这往后的天下迟早是长子的，让纯贵妃多教教大阿哥，在这个时候表现得稳重些，别像那些小孩子一样只知道哭。这话听着是好心，实则是最毒的砒霜。苏绿云果然上当了，他觉得自己得拿出点准皇后的派头来，于是暗示大阿哥和自己的三阿哥在丧礼上要表现得哀而不伤，要有大将风度。这就是魏燕婉设下的职场陷阱。他太了解皇上了，皇上这时候刚死了老婆，心里正敏感多疑呢，他看谁都像是在觊觎他的皇位，看谁都像是在盼着他早死。当皇上在灵堂上瞧见大阿哥和三阿哥那一脸淡定，连滴眼泪都挤不出来的模样，那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魏燕婉这时候在干什么？她跪在角落里，哭的那叫一个肝肠寸断，比亲闺女还亲。她这叫反向衬托。皇上一看，好吗？朕的亲儿子还没一个宫女有良心。魏燕婉在那儿一边抹泪，一边还得用余光扫着皇上的脸色。他心里在计算着，只要皇上这一巴掌扇下去，苏绿云的皇后梦就碎了，大阿哥的储君路就断了。这不仅是一条人命的事儿，这是把竞争对手的家族资产、政治前途全给清零了。这种心理拆解开来是何等的冷酷。魏燕婉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她甚至没觉得自己是在害人，她觉得这就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她把大阿哥对生母的怀念，把苏绿云的贪婪，把皇上的多疑，全都当成了他手术台上的缝合线。这种借刀杀人高明就高明在，那把刀是皇上自己递出来的，血是皇上自己手上沾的。魏燕婉从头到尾手干干净净，甚至还是那个在关键时刻安抚皇上的解语花。映射到现实里，这就是那些职场里的笑面虎。他在老板面前从来不说你坏话，他只是在最关键的项目汇报会上轻飘飘的提一句你某个还没落实的瑕疵，然后看着老板对你大发雷霆。那大阿哥永璜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被皇上当众一个耳光打得半死，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这辈子就彻底毁了。苏绿云更是被吓破了胆，跪在地上磕头磕得满脸是血。魏燕婉在旁边瞧着这一幕，心里头那个爽利，
简直比喝了冰镇酸梅汤还解气。他这时候不仅不收手，反而还要去成本追加。他会在皇上气头上，看似无意的提一句：“纯贵妃娘娘也是为了阿哥们好，想让阿哥们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一句话听着是求情，其实是给皇上的火堆里又添了一捆干柴。皇上心想：好啊，你苏绿云还没当上皇后呢，就开始教唆儿子要当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你是想让朕现在就腾位子吗？这种心理上的博弈，把魏燕婉的成本核算推向了高潮。他用几句流言蜚语，几次眼神示意，几乎零成本的解决掉了后宫里最有威胁的一对母子。这种职场杀伤力，让那些还在纠结于衣服花纹、胭脂水粉的娘娘们，简直像是3岁小孩撞上了老狐狸。魏燕婉通过这次事件，不仅肃清了向上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她让皇上意识到，这个魏燕婉是多么的纯粹，多么的没心机，只知道一心一意跟着朕。这种认知欺诈，才是他后来能够横行后宫的最强防御装。咱们映射到现实的处世智慧里，这种事儿其实挺给人提个醒的。您在职场里，千万别觉得那些平时不显山不漏水，对谁都笑嘻嘻的人就是好欺负的。真正的狠人是不动声色的。魏燕婉这种借力打力，靠的是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捕捉。他知道大阿哥的倔，知道苏绿云的蠢，知道皇上的疑，这3样凑在一起就是一出死局。而他只是那个在旁边递剧本的人。这种心理上的高度异化，让他已经彻底脱离了常人的道德范畴，他成了一个纯粹的权力精算师。在那丧礼的尾声，魏燕婉看着苏绿云失魂落魄的被带走，看着大阿哥从此一病不起，他在那儿轻轻理了理鬓角，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只有一种完成任务后的松弛。他在那儿算计着接下来的空位该由谁来填。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让他在后宫的威信，在那些知情的小太监和小宫女眼里，瞬间拔高到了一个让人胆寒的高度。晋忠在那儿给他递了个眼色，那意思是：令主，这局棋您走得真绝。魏燕婉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满是这深宫里最冷的人情味儿。您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听着这段，是不是也觉得这位燕婉的心肠真的是比那长白山的冰雪还要硬？他这种把活生生的人命当成晋升成本的行为，虽然换来了荣华富贵，却也让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黑。这种心理上的扭曲，注定了他最后的结局，必然是那种在孤独和恐惧中挣扎的惨剧。但此刻，他是赢家，他是那个在废墟上跳舞的妖精。那么，当这魏燕婉解决了外围的威胁，当他终于要把那把淬了毒的匕首指向那个最难对付，也是他一生宿敌的如意时，他又会使出什么样的绝招？当亲情撞上权力，当他亲生母亲的命成了他保住位子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时，这个女人又会做出怎样让全天下人都三观震碎的选择？话说这魏燕婉在后宫这盘大棋局里，靠着借刀杀人的精准核算，那是生生把挡在前头的纯贵妃和阿哥们都给拨弄惨了。这女人到了这个位分，手里攥着拳，眼里冒着火，心里那杆秤啊，早就不是量人情的，那是量输赢的。可这老天爷总爱给贪心的人出难题。正当魏燕婉觉得自己能在这宫廷职场里横着走的时候，一个惊天的大雷劈到了他的后脑勺上。他那个贪婪成性、烂泥扶不上墙的亲妈魏杨氏，还有那个只知道伸手要银子的亲弟弟魏左路，终于在外面闯下了弥天大祸。魏杨氏这老太太仗着女儿在宫里得宠，那是把狗仗人势4个字写在了脑门子上。她不仅在外面收受贿赂，
还教唆儿子在京城里横行霸道。最要命的是，他们竟然敢动皇上最忌讳的巫蛊之术，还被如意的人给抓了个正着。这消息传进永寿宫的时候，魏燕婉正在那儿对镜贴花钿呢，那细细的眉笔啪嗒一声就断成了2截。您各位细瞧那个瞬间，魏燕婉的脸色不是那种大难临头的惊恐，而是一种极度厌烦后的阴沉。他心里想的不是我妈要死了，而是这老狐胎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掉链子。这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就是那种拼了命想往高层挤的精英，最怕家里那帮穷亲戚打着自己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最后把自己的大好前程给搭进去。魏燕婉这一刻脑子里跑的不是亲情，是那套极其残忍的损益表。这时候如意那边已经把证据递到了皇上跟前，皇上的雷霆之怒那是谁也接不住的。魏燕婉跪在养心殿外，额头磕在冰凉的青石砖上，心里却在飞速的寻找那个防火墙。他知道，如果让皇上觉得这巫蛊之术是他主使的，那他这辈子就彻底完了。别说皇贵妃了，冷宫那把锁就是他的终点。于是，一个极其恶毒的念头，就像毒蛇吐信一样，在他心底里钻了出来，得找个人替死，而且这个替死鬼得有足够的信服力，能把所有的脏水都吸干了。除了他亲妈，没别人了。这魏燕婉在那个瞬间，是不是已经不算是个人了？他不仅要他妈死，他还要他妈死的心甘情愿，死的要把他这个女儿给摘得干干净净。这画面您各位得屏住呼吸看，在阴森的暗牢里，魏燕婉买通了关系，最后一次去见他亲妈魏杨氏。魏杨氏这时候还哭天抹泪的指望着女儿能救命呢，他抓着魏燕婉的衣角，像抓着救命稻草一样。可魏燕婉在那儿站着，眼神比这牢房里的铁锁还要冷。他轻飘飘地说了几句话，那话简直是把刀子往亲妈心窝里捅。他说：“额娘，您看看左路，他才多大？您要是承认了，他还能活；您要是把我也带累了，咱们全家就得齐整整的去阴曹地府报道。”这话术，您听听，那是多高级的道德绑架！他利用了魏杨氏最疼儿子的那点子母性，把亲妈推向了断头台。他在那儿不是在求情，他是在进行一场权力赎买。他用他妈的一个脑袋换取了他和他弟弟的下半辈子。这种极端利己的逻辑，把家庭这2个字彻底物化成了一个可以切割、可以牺牲的冗余部门。魏杨氏在那儿嚎啕大哭，魏燕婉却在那儿细声细气的讲道理，讲这宫里的规矩，讲皇上的脾气。他甚至还许诺，只要额娘您肯一个人扛下来，我一定保住左路，让他后半辈子大富大贵。这就好比一个公司的高管，为了不让老板查到自己的账目问题，威逼利诱自己的老部下，甚至自己的亲人去顶包，美其名曰是为了大局。魏燕婉的这个大局，就是他那个摇摇欲坠的宠妃位子。他在那儿看着他妈喝下那碗断头酒的时候，眼神里竟然闪过一丝解脱。他走出牢房的时候，长舒了一口气，对着外面的太阳眯了眯眼，心里想的是，这块绊脚石终于算是搬开了。这种心理上的绝对防御，让他在面对皇上的询问时，能演得像个被母亲背叛、痛苦万分的受害者。他在那儿哭得昏天黑地，说自己管教不严，说自己不知道亲妈竟然如此糊涂。那一出戏演下来，皇上不仅没怪他，反而觉得他可怜，觉得他出身卑微，家里人不争气，对他更多了几分怜爱。这种逆向操作，是不是让人从脊梁骨冷到了脚后跟？他把亲妈的死当成了博取皇上怜悯的最后一次资本。这种成本核算已经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而那个弟弟魏左路也成了这场博弈里的半成品。魏燕婉虽然保住了他的命，
却也把他当成了一辈子拿捏在手里的棋子。他对他好，是带着补偿心理的控制；他对他狠，是因为看见他就像看见了自己那些见不得光的过去。这种扭曲的家庭关系，哪儿还有半点人情味儿？全都是血淋淋的博弈。映射到现代社会，有些为了名利不顾家庭的人，口口声声说为了家，其实最先牺牲的就是家人。魏燕婉这种人，他是把至亲当成了自己的缓冲区，当成了可以随时抛弃的包袱皮。在这种极端利己的心理驱动下，魏燕婉完成了一次最彻底的职业洗牌。他切断了那些会给他带来负面声誉的低端亲情链条，把自己重塑成了一个在深宫里孤苦无依，只能依靠皇上的弱女子。这种形象的重塑，让他在后来的夺权之路上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家，没有了牵挂，也就没有了可以被政敌攻击的死穴。这种孤沉的心态，让他的战斗力瞬间飙升。如懿讲究的是家族荣誉，讲究的是姑母的教诲，讲究的是乌拉那拉式的体面。可魏燕婉呢？她把体面踩在脚底下，把亲妈送上法场。她已经是一个全副武装、没有灵魂的纯粹战士。这种跨越道德底线的竞争，让那些守规矩的人根本无法招架。您说这魏燕婉在那儿跪着给魏阳氏烧纸的时候，他心里会有一点点愧疚吗？我觉得没有。他可能还会觉得委屈，觉得是家里人拖了他的后腿，觉得是他一个人背负了全家的荣辱。这种自我感动的逻辑是很多职场毒瘤的通用模板，他们把自己做的恶都美化成为了生存的无奈。他在那纸钱的灰烬里看到的是自己更辉煌的未来，那种眼神透着一股子死气沉沉的贪婪。这不仅是家庭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沦丧。咱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一场切割，魏燕婉赢了吗？从位分上看，她赢了，她保住了宠爱，甚至因为这种大义灭亲的姿态赢得了皇上的同情。可从人性上看，她输了个精光。她把自己最后一点点作为人的热气儿都给切没了。从此以后，他在这紫禁城里就真的是形单影只了。他看着镜子里那个尊贵无比却眼神空洞的自己，不知道会不会想起那个虽然穷但还有热乎气儿的花房。但这就是魏燕婉选的路，这条路上的每一块砖都是用这种冷血的切割铺就的。话说这魏燕婉亲手斩断了那根连着血脉的脐带，眼睁睁瞧着亲妈成了替死鬼，弟弟成了丧家犬，他在那永寿宫的深井里，总算是把最后一点子名为人心的热乎气儿给淬没了。这世上最横的不是有钱的有势的，而是那种连亲妈都能算计，连自己都能阉割了情感的赤条条的种。魏燕婉现在这身子骨，那是拿冰灵子扎成的，没半点软肋了。可这后宫里头还横着一座大山，那就是如懿。如懿那是什么人？那是皇上的青梅竹马，是讲究情分二字的理想主义者。魏燕婉瞧着如懿，就像瞧着一个活在戏文里的傻子；如懿瞧着魏燕婉，就像瞧着一滩发了霉的烂泥。那年南巡的龙舟上，风光虽好，那里却早已是烂透了的信子。皇上那是越老越糊涂，越老越爱那点子放浪形骸的调调。魏燕婉那是什么人？他是搞大数据调研出身的，皇上想吃荤的，他绝不端素的；皇上想看野的，他绝不典雅的。他给皇上搜罗民间烟花女子，在那船舱里搞得乌烟瘴气，这在如懿眼里，那是糟蹋了皇家的体面，更是糟蹋了他心里那个少年郎。如懿那是宁折不弯的性子，他冲进龙舱，对着皇上那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劝谏。您各位说说，这职场里最忌讳的是什么？不就是当众扫了大老板的面子吗？如懿讲的是夫妻情分，觉得我是为您好，可皇上要的是绝对服从，觉得你是在叫朕做事。
魏燕婉这时候就躲在屏风后头，眼神里全是那种看戏的贪婪。他心里在盘算，吵吧，闹吧，你们吵得越凶，我这台阶就垫得越高。如意在那儿一剪子下去，青丝委地，那是真的跟皇上恩断义绝了。皇上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如意骂他是疯妇。如意走得决绝，那背影清冷的让人心疼。可您再瞧瞧魏燕婉，她这时候轻手轻脚的挪到皇上跟前，没说如意半句坏话，她只是跪在那儿，用那双温顺的像猫一样的眼睛，轻轻给皇上抚着胸口，嘴里念叨的是：皇上息怒，龙体要紧，如意姐姐许是议正了，奴才在这儿守着您。高，实在是高。他把如意的风骨定义成了疯病，把自己这种帮凶定义成了忠诚。这就好比公司里一个老臣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跟老板拍了桌子，结果被老板赶出门，而那个一直在旁边给老板递烟，帮老板掩盖烂账的小秘书，反倒成了老板心里最贴心的家里人。如意这一段法带走的是大清后宫最后一点子浪漫主义的底色，而魏燕婉就在这片理想主义的废墟上开始了她疯狂的重建。她不再满足于当个宠妃，她要当皇贵妃，要当这后宫实际的掌权人。她看着如意被禁锢在翊坤宫里等死，她没去落井下石，因为她知道死人是不需要去踩的，她要的是取代。他开始大刀阔斧的在宫里培植自己的势力。以前那些跟着如意讲究体面、讲究规矩的老嬷嬷、小太监，魏燕婉一个都不留。他提拔的是什么人？是那些跟他一样出身卑微、眼里只有钱和权的野心家。他把这紫禁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 KPI 考核场，只要能帮他办成事，哪怕是再脏再阴的招，他都重重有赏。这种心理上的异化，让整个后宫的空气都变得浑浊了。大家不再讲什么姐妹情深，讲的是利害关系。映射到咱们现实的职场里，这种废墟重建其实挺普遍。当一个讲究情怀的老领导退了休，或者被排挤走了，新上来的那个实干派，第一件事就是否定过去的所有逻辑。魏燕婉告诉这宫里的每一个人，如意那种讲情分的法子死路一条，跟着我，讲钱、讲权、讲地位，这才是活路。这种极度现实主义的价值观迅速俘获了那些原本就在底层挣扎的人。他们开始模仿魏燕婉的卑微，模仿魏燕婉的狠毒，甚至模仿魏燕婉那种对皇上近乎奴态的讨好。魏燕婉坐在永寿宫的高座上，看着底下跪着的一片黑压压的脑袋，她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不是来自于爱，而是来自于这种秩序的重建。她觉得如意输的不冤，因为如意在用心斗，而她在用脑算。可这种重建本质上是在沙滩上盖楼。魏燕婉越是风光，她心里的那个黑洞就越大。他虽然掌握了六宫大权，却发现皇上在深夜里还是会对着如意断掉的那截头发发呆。这种心理上的博弈让魏燕婉变得更加歇斯底里。他开始变本加厉的折磨那些还对如意忠心的人，他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如意存在的痕迹。这种赶尽杀绝的背后，其实是他极度的自卑和恐惧。他怕那个已经失宠甚至快要死掉的女人，因为那个女人拥有的东西，那份不被世俗污染的尊严，是他魏燕婉这辈子拿命也换不来的。这就好比一个靠着抄袭和钻营发了财的暴发户，最恨的就是那个虽然穷却一身傲骨的读书人。魏燕婉在那儿疯狂地挥霍着权力，其实是在给自己壮胆。最让人三观震碎的是魏燕婉对皇上心里的极致玩弄。他知道皇上心里有愧，那他就制造更多的欢愉，让皇上忘记愧疚。
他把皇上伺候得像个退了休的昏君，让他沉溺在美色和药物里。他在那儿算计着皇上的每一次呼吸，每一分精气神，他要把皇上彻底变成他手里的傀儡。这种权力寻租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不仅要重建后宫的权力结构，他还要重建皇上的认知。他让皇上觉得如懿是天底下最负心的人，而只有他魏嬿婉才是那个能在皇上垂老之际，在皇上最丑陋最虚弱的时候，依然对他不离不弃的真爱。这种心理建设让皇上在晚年彻底陷入了一个由魏嬿婉编织的谎言陷阱里。这魏嬿婉在如懿倒台后的这一番作为，是不是透着一股子绝望的疯狂？他像是个在废墟上疯狂捡砖头的拾荒者，好不容易盖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却发现里面没有一扇窗户，闷得让人窒息。这种职场逆袭，虽然拿到了最高的名声，却丢掉了作为人的底线。这种心理上的剥离，让他在权力的巅峰感到了一种极致的寒冷。他开始整宿的睡不着觉，闭上眼就是那些被他害死的人的脸。可他不能停，也不敢停，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松手，那些被他践踏过的规矩和人伦，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把他吞得渣都不剩。这种废墟重建的逻辑，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悲剧的缩影。当一个人为了所谓的成功，推翻了所有的传统美德和人情世故，哪怕他最后真的站在了山顶，他看到的也只是一片荒芜。魏嬿婉这种实战派的彻底胜利，是对理想主义者如懿最惨烈的送葬。他在如懿的灵柩前表现得多么哀凄，他心里的笑声就有多么刺耳。这种心理上的反差，把魏嬿婉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和那种泥土里的恶毒展现得淋漓尽致。您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听着这段，是不是也觉得这如懿输得真冤？可这魏嬿婉盈利真狠。这其实就是现实，职场不相信眼泪，也不太相信情分，他往往更青睐那些能在废墟上冷脸重建秩序的狠角色。魏嬿婉这种极致物化的生存哲学，虽然赢得了这一局，却也为他最后的覆灭埋下了最大的伏笔。因为在这世上，除了算盘珠子，还有一种东西叫天道好还。那么，当魏嬿婉终于坐在了那梦寐以求的皇贵妃宝座上，当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抹去了如懿的痕迹，成为了这后宫唯一的真神时，那个被他忽略了很久的，原本被他当成死棋的凌云彻，又会以一种怎样惨烈的方式，给他这辉煌的权力大厦踢上最后的一脚？当真相像潮水一样涌来，当皇上终于在晚年的昏聩中看到了一丝丝血淋淋的真相，这个草根毒后的最后复盘，又是如何凄惨收场的？话说这魏嬿婉在如懿断发的废墟上，硬是凭着一股子混不吝的狠劲儿，把那残砖烂瓦给垒成了金碧辉煌的皇贵妃宝座。这时候的他手里攥着协理6宫的权柄，膝下围着成群的皇子公主，连那位当初正眼都不瞧他的皇上，如今也得靠着他喂的那点子虚假温柔过活。按理说，这职场打拼到这份上，那叫登峰造极，该是享清福的时候了。可这世间的事儿，从来都是爬得越高，摔得越狠，尤其是像他这种靠着剜肉补疮，垫着亲妈尸骨爬上来的人，那脚底下的地基，从一开始就是虚的。魏嬿婉在那永寿宫里熬成了这后宫唯一的真神，可您细瞧瞧她的日子，那是真儿的高处不胜寒。那些个年轻的嫔妃见着她，虽说跪得齐整，可眼神里藏着的是躲闪，是厌恶，没一个敢跟她交心的。就连她亲生的那些孩子，也被皇上因为忌惮她的出身和品性，一个个给挪到了别处抚养。魏嬿婉坐在那空荡荡的大殿里，盯着那摇曳的烛火，心里头那个滋味，怕是比当年在花房里挨饿受冻还要难受。
这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现实职场，就是那种为了升职加薪，把老同事坑遍了，把下属压榨干了的狠毒主管。等他真当上了总监，回头一瞅，身边全是唯唯诺诺的木头人，连个说知心话的影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叫情感荒原。他用了一辈子的算计，最后算计出来的，竟然是一座活生生的活死人墓。就在这节骨眼上，那些个被他掩盖在层层谎言底下的烂账，终于还是被翻了出来。海兰、婉嫔，那些个曾经被他瞧不起，觉得是闷葫芦的老实人，在那冷清的翊坤宫废墟里，硬是给如意凑齐了最后的证据。当那本厚厚的记满了他每一桩恶行的经书摆在皇上案头的时候，魏燕婉正在那儿摆弄他那双镶满了东珠的护甲呢。您各位得细看那个瞬间，晋忠死了，被他为了灭口亲手给处理了。凌云彻也早成了一缕孤魂，是被他为了自保生生给推进死路的。他现在连个能商量对策的阴暗合伙人都没了。皇上的圣旨传过来，不是册封皇后的喜书，而是一碗浓得发黑、透着死亡气息的千机药。魏燕婉跪在那儿，看着那碗药，那一瞬间，他脑子里跑马灯似的闪过了这几十年的光景。他想起了那个冷雨夜，凌云彻递过来的碎银子，想起了金玉妍脚底下那盆滚烫的水，想起了他在雪地里练嗓子时，脚趾缝里钻出来的血。他突然笑了一下，那笑比哭还难看。他这一辈子都在做成本核算，在那儿算计着每一分付出能换回多少回报，可临了，他发现自己这笔账算错了。他用一辈子的尊严、亲情、爱情，换来了一堆生不带去、死不带走的虚名，最后还落了个万劫不复的下场。这种心理上的彻底崩盘，是一个极致利己主义者最惨烈的复盘。他终于明白，权力的巅峰其实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全是他内心深处的卑微和肮脏。那千机药入腹的滋味，那是真叫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魏燕婉的身子蜷缩得像只大虾米，那华贵的皇贵妃吉服在地上蹭乱了，滚了一身的灰。他那双曾经给金玉妍洗过脚，后来又被皇上反复把玩的手，死死地扣着那冰凉的地砖，抠出了血道子。这时候的他眼里看到的不是眼前的富丽堂皇，而是多年前那个还没进宫的小丫头。那时候的他虽然穷，虽然苦，但那时候的魏燕婉还知道什么是疼，还知道什么是羞。可现在的他已经被这宫廷的权力欲望给腌制成了一件死物。这映射到人情世故里，就是劝各位看官，咱们处事得有底线，得给自个儿留条退路。您要是把桥都给拆了，把路都给封了，等大难临头的时候，您连个躲雨的檐儿都找不着。魏燕婉临死前的那一眼，望向的是坤宁宫的方向，那是皇后的居所，也是如意生前最想逃离的地方，却是他魏燕婉这辈子梦寐以求，却死也跨不进去的门槛。他在那一眼里复盘出了如意的赢。如意输了未分，输了性命，可如意赢得了皇上晚年无尽的愧疚和追忆。如意虽然断了发，可那发丝在皇上心里扎了根。而他魏燕婉呢？他费尽心机给皇上当了10几年的解语花，可皇上在那一刻眼神里只有厌恶，像是在看一堆沾了手的脏东西。这种无效社交和低质量勤奋，是魏燕婉一生中最大的败笔。他以为他懂皇上，其实他只懂皇上的欲望。他以为他赢了如意，其实他连如意的影子都没摸着。最炸裂的是魏燕婉在那垂死挣扎间，竟然还在念叨着那些金银财宝，念叨着他的皇子能不能登基。那种被欲望彻底异化了的人性，直到最后一刻都没能醒悟。他把人生当成了一场肉搏战，直到咽气，他都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
是那些对手太狡猾。这种心理上的高度闭环，其实是一种极度的悲剧。这种人在咱们现实生活中也不少见，他们永远在怪环境，永远在怪别人，却从来没发现自个儿那颗心早就黑透了。魏燕婉的死不是一种终结，而是一种极其丑陋的谢幕。他在那华丽的深宫里活成了一个最尊贵的笑话。那碗千机药，皇上没让他一次喝完，而是让他日复一日的受罪，让他在那反复的折磨中，一点点看着自己的容貌枯萎，看着自己的地位崩塌。这叫精神凌迟。皇上那是真恨他啊，恨他撕开了皇权背后最后那点子温情脉脉的遮羞布。魏燕婉在那儿呻吟着，复盘着，他可能终于意识到，晋中给他的那把刀，其实一直都架在他自个儿的脖子上。他利用权力去寻租，最后却被权力给吞噬了。这不仅是宫斗的结局，这是对所有妄图通过践踏良知来获取成功的人的一次终极警示。魏燕婉的一生是草根逆袭的极致版，也是人格破产的教科书。他在那巅峰上的孤独，是他亲手一口一口喂出来的。等他最后咽下那口断气儿的时候，永寿宫的门被重重的关上，那声音沉闷的，就像是给一个时代，给一种极端的生存方式钉上了最后一颗棺材钉。他在那权力巅峰复盘出的结果，就是一个字：空。名是空的，利是空的，连那点子恨，到最后都散在了这重重深宫的冷风里。这就是咱们这出爆料说书给各位奉上的最后一道菜。魏燕婉，这个从泥潭里钻出来的野心家，最后又回到了那冰冷的虚无里。他那一辈子的机关算尽，到底值不值？您各位心里头肯定都有一杆秤。咱们讲这故事，不是为了让您学他的阴招，而是为了让您看清这人世间的机锋，看清那些名利场后的苍凉。活了一辈子，最要紧的不是爬到多高，而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心能不能搁在肚子里，能不能梦见点带热气的人和事。他是后宫里最不要命的眷王，从洗脚婢到皇贵妃，他踩着亲妈的尸骨，凌迟了初恋的魂灵，才登上了那把至尊金交椅。可当那一碗发黑的千机药递到唇边，当他在那孤冷的巅峰回首往事，他才惊觉，这一辈子的机关算尽，竟然是给自个儿挖了一座最华丽的坟坑。想看魏燕婉如何在如意断发的废墟上重建权力秩序，想听他与晋中那场三观震碎的灵魂置换。本期揭秘《甄嬛传》后传最阴冷的人性局，魏燕婉的巅峰与覆灭。听懂了是处世智慧，听不懂是后宫惊雷。您说，若是重来一回，在那冷雨夜里，他还会不会推开那双送银子的手？